亚美尼亚是一个地处欧亚交界的内陆国家，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将基督教设为国教的国家。亚美尼亚一词源于阿拉姆语。根据法国地理学家埃利塞·雷克吕斯的说法，亚美尼亚意为高地，其泛指被亚拉腊双锥山脉覆盖的整个高原地区。考古证据表明，距今32万年左右，已经有旧石器时代先民在此处生息。在希伯来圣经中，亚美尼亚地区是大洪水退去后诺亚方舟停泊之地，甚至有说法认为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就是由诺亚本人建立的城市。公元前1000年初，来自西安纳托利亚的亚美尼亚人到达了幼发拉底河上游河谷。当时，亚美尼亚地区被胡里安部落占领。相传，在阿拉木的带领下，亚美尼亚的前身乌拉尔图王国统一了该地区的诸侯国。到公元前714年，亚述人在乌鲁米亚湖击败了乌拉尔图国王鲁萨一世。与此同时，一个名为辛梅里安的叶欧语系部落从西北地区进攻乌拉尔图，并全歼乌拉尔图王国剩余军队。其后，米底人在公元前585年左右占领了乌拉尔图首都樊城。米底帝国于公元前550年成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后，亚美尼亚一词首次出现在贝希斯敦的3语铭文中。该铭文讲述了波斯国王大流士的胜利。到公元前331年，亚历山大大帝击败了大流士3世后，亚美尼亚成为马其顿帝国的一部分。随着亚历山大的逝世，亚美尼亚被置于塞琉古帝国控制之下。塞琉古帝国在公元前190年被罗马击败后，亚美尼亚西部在扎里亚德里瑟领导下分裂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被称为小亚美尼亚，而其东部则被称为大亚美尼亚。大亚美尼亚王国在公元前95年至公元前66年达到鼎盛时期，在提格兰2世的领导之下，其疆域从今天的里海、地中海一带一直绵延到埃及。大亚美尼亚向地中海的扩张引起了罗马人的担忧，他们向亚美尼亚宣战。罗马将军卢库鲁斯攻占了大亚美尼亚首都后，提格兰大帝被迫放弃大部分征服成果，与罗马结盟。自庞培征战以来，亚美尼亚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一直是罗马与帕提亚帝国争夺地区。事实上，罗马的霸权地位完全是由罗马帕提亚战役确立的。这场战役以一项正式的妥协告终，从此以后，一位出身于帕提亚帝国的王子将登上亚美尼亚王位，但他的提名必须得到罗马皇帝的批准。由于帕提亚帝国不尊重这项协议，114年，图拉真从叙利亚的安条克进军亚美尼亚，并占领了首都阿尔塔克萨塔。224年，萨珊王朝灭亡帕提亚帝国。为了不被波斯人的拜火教所同化，公元301年，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底3世定基督教为国教，使得亚美尼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单一宗教国家。罗马帝国与萨珊王朝于387年瓜分亚美尼亚后，西亚美尼亚成为罗马帝国小亚美尼亚行省，而东亚美尼亚则继续受波斯影响。由于受波斯马自达教的影响，东亚美尼亚地区面临着文化灭绝的威胁。正是在这个时候，僧侣梅斯罗普·马什托茨创造了由36个字母组成的亚美尼亚字母表。这套至今仍在使用的原创字母表，为亚美尼亚文化传承创造了基础。450年和482年，东亚美尼亚爆发了2次反对波斯人统治的全民起义，虽然惨遭失败，但最终迫使波斯帝国做出让步，亚美尼亚恢复了自治地位，并可以保持基督教信仰。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亚美尼亚一直是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争夺的地区。萨珊王朝覆灭后，亚美尼亚人受倭马亚王朝管理，期间穆斯林曾强迫亚美尼亚人改信伊斯兰教，但没有成功。885年，阿硕特一世重新建立第二亚美尼亚王国。1045年，巴格拉提德首都阿尼被拜占庭军队所占，亚美尼亚王国再次灭亡。9世纪后期，塞尔柱人入侵亚美尼亚高原，部分亚美尼亚难民逃至濒临东地中海的奇里乞亚，建立奇里乞亚亚美尼亚王国。12世纪，奇里乞亚与蒙古结盟，以对抗穆斯林。13至14世纪，各十字军国家逐渐崩溃，蒙古人伊斯兰化，使奇里乞亚失去外援。在内部宗教冲突和马穆留克不断进攻下，王国最终于1375年灭亡。从15世纪末开始，亚美尼亚成为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波斯帝国争夺的目标。
直到1639年，两国才划定了最终的边界。这些无休止的战争导致亚美尼亚陷入贫困，大量居民被迫移居国外或被驱逐出境。亚美尼亚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宗教是亚美尼亚民族情感的最后避难所。1717年，皈依天主教的塞巴斯特僧侣麦基塔尔在威尼斯的圣拉萨罗岛上建立了一个亚美尼亚天主教僧侣团体——麦基塔尔神父会。这个亚美尼亚天主教会遭到了君士坦丁堡亚美尼亚大主教的敌视。自17世纪末起，由于奥斯曼帝国国力下降，使大亚美尼亚地区燃起了独立的希望。当时卡拉巴赫的梅利克家族指望着俄罗斯的支持，在大卫·贝克的领导下发动了一场反抗波斯国王的起义，但在随后的奥斯曼帝国入侵中被镇压。1828年，沙俄在与波斯战争中获得东亚美尼亚，而地域广阔的西亚美尼亚仍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当时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长期被视作二等公民。从18世纪末开始，俄国人征服了高加索地区，并自诩为基督教民族的解放者。与此同时，俄国为了进一步分化奥斯曼，秘密支持亚美尼亚人的独立运动。俄国人的主要战略目的之一便是吞并西亚美尼亚。鉴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相近的宗教派别，使得亚美尼亚人更愿意接纳俄国作为自己的保护人。这样一来，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隔阂，并使得两者的矛盾在1878年的柏林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激化。当时的亚美尼亚人为了实现民族独立，特地跑到柏林请求列强干涉。然而，各怀鬼胎的列强仅仅是要求土耳其在西亚美尼亚进行改革，并接受列强们的集体监督。然而，集体监督在各怀鬼胎的情况下，往往就意味着无法监督。因此，亚美尼亚人的诉求不但没有得到列强们的支持，反而遭受到了土耳其人的猜忌。和巴尔干半岛的那些非穆斯林群体不同，亚美尼亚人在此前就已经凭借着杰出的商业和手工业技能，在奥斯曼帝国内开枝散叶。在不少土耳其人看来，非我族类的亚美尼亚人无疑会大大影响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因此，在1877年，俄罗斯与奥斯曼帝国发生战争后，亚美尼亚平民遭到奥斯曼拉拢的库尔德人屠杀。亚美尼亚问题在1878年的圣斯特凡诺条约第61条中被提出，欧洲列强的干涉激怒了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圣斯特凡诺条约并未保护亚美尼亚人民，亚美尼亚人大失所望，于是成立了两个革命政党。他们在西亚美尼亚及帝国其他地区的煽动活动，引发了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的残酷镇压。1894年至1896年间，有20万亚美尼亚人遭到屠杀。1908年7月24日，哈米德二世被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奥斯曼恢复君主立宪制后，再次使亚美尼亚人重燃在帝国内享有平等权利的希望。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失去85%的欧洲领土，造成上万名穆斯林从巴尔干半岛逃至土耳其。再加上俄罗斯帝国在俄土战争中得以吞并奥斯曼在高加索的领土，造成大量穆斯林难民从高加索迁移至土耳其。这些难民增加了奥斯曼穆斯林的排外情绪。1914年一战爆发后，同盟国一方的奥斯曼帝国和协约国一方的俄国在亚美尼亚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而此时的亚美尼亚人正好在积极酝酿有关独立建国的运动。不过，由于奥斯曼出师不利，因此把失败的责任推卸到了亚美尼亚人头上，认为是他们在背后勾结俄国人搞鬼。1915年4月24日，奥斯曼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围捕了200多名亚美尼亚人，他们许多是亚美尼亚社群领袖，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后来被杀害。紧接着，当局开始大规模驱逐、屠杀亚美尼亚人。据统计，这一大规模种族屠杀和清洗，造成奥斯曼帝国大约10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丧生。土耳其官方认为，当时出现的亚美尼亚人数量大规模减少的原因是一战导致的饥荒、瘟疫和种族仇杀，但亚美尼亚、俄罗斯和其他多数西方国家认为这是蓄意行为。1917年，俄国革命彻底改变了亚美尼亚人的处境。俄军撤退导致奥斯曼军队向高加索推进。基督徒，主要是格鲁吉亚人和亚美尼亚人，担心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而穆斯林，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将其视为一种解放。
尽管孤军奋战对抗土耳其人，亚美尼亚军队还是在5月赢得了胜利。最终，土耳其于1918年通过巴统条约承认亚美尼亚独立。其后，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上建议扩张亚美尼亚民主共和国的疆域，使得它包括历史上的亚美尼亚地区。然而，土耳其民族主义领袖凯末尔拒绝签署瑟福尔条约，这促成了亚美尼亚土耳其战争的爆发。在美国参议院拒绝美国托管亚美尼亚的想法后，凯末尔与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和解决定了亚美尼亚共和国的命运。亚美尼亚决定加入苏联势力范围，而苏俄则同意保护亚美尼亚剩余领土免受土耳其军队的侵袭。1922年3月，亚美尼亚加入了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1936年，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解体，亚美尼亚随后成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代的亚美尼亚逐步完成了工业化。1988年2月20日，阿塞拜疆的自治州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议会投票决定将该地区并入亚美尼亚，当地的亚美尼亚族与阿塞拜疆族随后爆发了民族冲突。与亚美尼亚族相比，阿塞拜疆族的形成则相对较晚。外高加索东部的里海沿岸地区，外泄的天然气遇火燃烧。在拜火教盛行的波斯，火被视为神物，该地名被命名为阿塞拜疆，即受火庇佑的土地。公元663年，波斯地区被阿拉伯帝国占领，在阿拉伯人的影响下，波斯人和阿塞拜疆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到公元16世纪，亚美尼亚被奥斯曼和波斯瓜分。波斯和奥斯曼都是伊斯兰国家，因此信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成了伊斯兰势力的眼中钉。在当时，阿塞拜疆人主要生活在里海沿岸的平原地带，而亚美尼亚人主要生活在高加索的山区。为了打压异教徒，波斯鼓励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移居到西部山区。经过数百年迁移，阿塞拜疆人逐渐取代亚美尼亚人，成为了当地的主体民族。从17世纪开始，沙俄为了寻找温暖的出海口和山脉作为国家安全的屏障，开始向南扩张。19世纪初，经过了6次俄土战争，沙俄夺取了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为了夺取整个高加索地区，沙俄和波斯爆发了战争。实力孱弱的波斯帝国无力抗争，被迫将东亚美尼亚地区和北阿塞拜疆地区割让给沙俄。因沙俄信仰基督教，沙俄占领当地后，为了打压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塞拜疆人，在沙俄的支持下，纳卡地区的民族成分再一次发生逆转。在亚美尼亚人看来，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亚美尼亚人居住的地区，而阿塞拜疆人则认为亚美尼亚人早已放弃了这里，阿塞拜疆人才是这里的主人。这正是两个民族冲突的根源。就在俄罗斯帝国崩溃之际，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因领土争端于1918年爆发了战争。这场冲突一直到苏联红军进入高加索地区才告结束。虽然列宁提出了民族平等和自治，但斯大林却主张将外高加索3国合并为南高加索联邦。这一主张招致格鲁吉亚领导人的反对，斯大林采取粗暴的手段对付反对意见。据说，当列宁听说此事之后，便后悔自己对斯大林的重用。到斯大林死后，长期被压制的民族矛盾在高加索地区显露出来，其中最严重的就是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纠纷。当时的苏共中央有人建议将当地升格为纳卡共和国，归属苏联中央直接领导，但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领导层认为民族问题较为复杂，纳卡问题就此被搁置了下来。1988年2月，在苏共中央再度拒绝了亚美尼亚的请求之后，亚美尼亚发起了300多万人参加的游行，阿塞拜疆不甘示弱。结果，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发生了大规模的民族仇杀，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随后派出了军队，民族冲突立刻演变成战争行为。为了平息事态，戈尔巴乔夫下令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收归中央直属，并派兵进驻阿塞拜疆首都巴库。1988年2月，纳卡自治州政府以当地亚美尼亚人占多数为由，要求划归亚美尼亚管辖。亚美尼亚答应了这一要求，但却激怒了阿塞拜疆。此时，苏联已无力处理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冲突。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相继独立。然而，解体留下的权力真空，
让外高加索这一民族成分复杂的地区陷入了动荡。直到1994年5月12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才在国际调停之下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亚美尼亚在第一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战争获胜后，邻国土耳其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关系立即转差，两国关闭了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境，这严重影响亚美尼亚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受基础薄弱及战争等因素影响，亚美尼亚自独立后经济连年下滑。2001年，亚美尼亚经济开始回升，至2007年 GDP 连续保持2位数增长。2008年第4季度起，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亚美尼亚经济增速放缓。2009年以来，亚美尼亚政府采取调整产业结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扶植农业等措施，努力消除金融危机影响，收到一定成效。2020年9月底，纳卡地区再次燃起烽烟，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政府都称对方入侵了纳卡地区，随后两国爆发全面战争。在被阿塞拜疆分割之后，纳卡地区现在只剩下了包括首府斯捷潘纳克特在内的中部、东北部地区归属亚美尼亚。如此一来，亚美尼亚与这一地区的联系只剩下了西南角的一条名为拉金走廊的狭窄通道。2024年4月10日，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边防部队宣布，当天下午在两国边界地段发生一起交火事件。